多元宇宙一向係好多作品都中意引入嘅概念。早喺幾十年前嘅 Marvel、DC 漫畫已經用多元宇宙去講英雄角色唔同嘅可能性。近年嘅動畫系列《Rick and Morty》將多元宇宙講到淋漓盡致，而邁入第4階段嘅 Marvel Cinematic Universe 亦都開始引入多元宇宙嘅概念。因為防疫政策，戲院關閉，眾多大片嘅檔期一一堆疊喺呢個5月。而2022年5月嘅電影當中最受矚目嘅，當然就係 Marvel 嘅《奇異博士2：失望多元宇宙》唔係失控多元宇宙。主題同樣係多元宇宙，依套經過大肆宣傳同鋪陳嘅超級英雄大作，竟然被一套卡士平平、貌似 B 級科幻片格局嘅電影比下去。無論係人物刻畫、劇情鋪排、故事節奏、意象，甚至當中嘅哲學意味，呢套電影都可謂完勝同期嘅《奇異博士2》。如果我哋可以窺探多元宇宙嘅自己，了解我哋無限嘅可能性，你會唔會咁做？但係當最後發現人生一切毫無意義，咁我哋仲有冇活着嘅理由？今日就等我哋一齊探討奇異女俠挽救宇宙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。大家好，我係阿超，歡迎大家返到嚟麥哲倫 Vivian。由最荒謬到最嚴肅嘅問題，我哋都會同大家一一探究。大家睇到最後嘅時候，記得 subscribe 支持啊！電影入邊嘅主角秀蓮經歷咗幾個階段，由一開始平凡而忙碌嘅生活，到了解咗自己喺多元宇宙嘅可能性。喺原初宇宙入邊，秀蓮可以話係事業婚姻兩失意。先係經營嘅洗衣店面臨稅務調查，然後再無意間發現老公偉文想提出離婚。正如小丑喺漫畫中嘅名言 All it takes is one bad day。 秀蓮喺呢個人生低谷，開始回顧自己一生嘅經歷，同時體驗到自己喺多元宇宙嘅人生。如果當初冇同偉文私奔，自己竟然可以成為武打巨星。原來最光輝燦爛嘅人生同依家又霉又爛嘅人生只係一個選擇嘅距離。但嚟自 Alpha 宇宙嘅偉文就同秀蓮講，過分沉淪喺第2個宇宙嘅生活係好危險嘅。究竟點解係危險呢？我哋可以介紹一下好多文青最愛嘅德國哲學家尼采其中一個思想：永劫回歸 （Eternal Recurrence）。永劫回歸本來係一個思想實驗。思想實驗嘅意思係設想自己喺某個處境底下會有咩感覺同行動。但係尼采嘗試將永劫回歸睇成一個物理嘅循環，時間係一個圓，冇開始，冇結束，冇先後次序，而且永無休止地重複。關於時間嘅概念亦都係相當複雜，有機會再同大家解釋。同時，如果我哋用微觀物理世界嘅角度睇，宇宙間所有嘢都係粒子同粒子之間隨機嘅排列、分解、再排列。我哋同埋一切經歷嘅事，其實就係同一批粒子無限咁拆散再重組。所以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意思就係萬物萬事本質上都係同一刻同一樣嘅事。永劫回歸嘅內容就係，如果我哋一生經歷過嘅所有事都會重新嚟過，你會唔會想一次又一次咁經歷多次你嘅人生？同時有無限個我嘅人生存在喺呢個宇宙，咁此時此刻嘅我究竟有咩咁特別？我嘅人生有咩意義？點解我唔選擇過一個自己更開心、更滿意嘅人生，而要繼續喺呢一世度受苦？秀蓮嘅女阿 Joy 喺 Alpha 宇宙成為咗想終結一切嘅大魔王。佢創造咗由宇宙間所有事物組成嘅 Bagel， 呢個 Bagel 就係吞噬多元宇宙嘅黑洞。Alpha Joy 同秀蓮一齊穿越各個時空，最後去到一個空空如也嘅石頭宇宙。阿 Joy 喺得到自由穿梭多元宇宙嘅能力之後，體驗到無限個自己嘅人生，感受過無限次嘅苦與樂。最後佢發現所有嘢都毫無意義，原來人生只係一片虛無，無窮嘅時間會令所有嘢變得冇價值。你以為你穿越咗去一個成為人生贏家嘅宇宙，你會好開心咩？其實係冇用噶。當你發現呢個只不過係無限分之一嘅可能性，一個冷冰冰嘅演算結果，一個隨機嘅粒子排列。無論你當初點為你嘅人生奮鬥，幾努力成就自己嘅夢想都好，
原來喺芸芸多元宇宙，一切都係徒勞無功。去到石頭宇宙，阿 Joy 希望令秀蓮明白到呢份虛無。最可怕嘅唔係啲咩慘痛嘅經歷，而係虛無。好多唔了解哲學嘅文青都會以為尼采就係虛無主義嘅代表人物，以為尼采覺得好多嘢都毫無意義。但尼采當年希望解決嘅問題，正正就係虛無主義。佢宣稱上帝已死，意思係當時歐洲大陸基督宗教對人嘅影響力開始減弱。以往人認為篤信上帝就可以解決生命意義嘅問題，但依家我哋發現活着係冇任何依靠。咁點解我哋要活着？人生仲有咩意義？除咗基督宗教之外，佢亦都猛烈批評希臘傳統哲學，例如蘇格拉底同柏拉圖嘅哲學。佢哋認為我哋依家身處嘅世界只係人生嘅其中一站，喺肉體死去之後，我哋就會去到另外一個更好嘅世界。同樣地，佢都認為呢啲希臘哲學家都否定緊我哋現世嘅價值。喺所謂價值真空嘅情況底下，人尋找唔到生命嘅價值，咁唯有轉向虛無。正如阿 Joy 發現人生冇意義之後，其實佢想做嘅唔係毀滅多重宇宙，而係毀滅自己。我哋揾唔到人生嘅價值，就只能選擇終結自己嘅人生。正如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卡繆所講，唯一真正嚴肅嘅哲學問題就係自殺。相信大家都聽過西西弗斯嘅神話。西西弗斯因為得罪眾神，所以佢呢一生都要將同一嚿石頭一次又一次咁推上山，然後石頭一次又一次咁碌落山，無限咁重複。卡繆認為我哋嘅人生係荒謬嘅，荒謬即係毫無意義。人生到頭來都好似西西弗斯推石頭一樣咁冇意義，所以我哋唯一要認真解決嘅問題，都係人生意義嘅問題。解決唔到嘅話，最後每人只會走上自我毀滅嘅道路。尼采認為要突破虛無主義，就要通過永劫回歸嘅考驗。如果要我哋一次又一次咁經歷同一段人生，我哋願唔願意咁做？相信大家喺人生某個階段都有試過覺得後悔。有時我哋可能不禁回想，如果我可以翻到嗰一刻，我一定會做一個完全唔同嘅選擇。但就係呢一啲後悔，令我哋冇辦法真正咁向前行。尼采另外一個核心嘅思想就係超人 Overman。一般人同超人嘅差距就係有冇超越自己嘅意志，同埋有冇自己創造意義嘅能力。我哋往往就係認為意義係人哋話俾我哋聽嘅，所以先有人生意義嘅問題。當時歐洲人就係太習慣要宗教賦予自己意義，所以冇咗宗教，先會有虛無主義嘅問題。但尼采話唔係，意義係自己俾自己嘅。如果我哋拘泥喺過往嘅失敗，抑或憧憬喺另一個世界過一個截然不同嘅美好人生，同樣都係一種軟弱。但如果我哋擁抱人生之中種種嘅失望同遺憾，向前望，為自己許下意義，先至可以突破虛無。而且更重要嘅係，呢樣嘢就只有你自己先做得到。如果有人同你講人生意義咧就係乜乜乜乜乜啦，然後你又跟住做，即使你過得順風順水，好幸福，尼采都會認為你未真正擁抱過自己嘅人生。真正有意義嘅人生，就係明白人生再壞都有活下去嘅意義，而且要超越過去嘅自己。但係我哋要點樣過呢一生呢？又係唔係人人都有呢一個意志去成為超人呢？創造意義實際上要點做？就算我哋明白一切哲學論證，最後都有機會解決唔到呢啲問題。但係閱讀哲學，尤其是係存在主義哲學，如果我哋冇辦法套用翻喺自己嘅人生，咁一切依然係冇意義。所以哲學會喺實踐嘅部分選擇留白，正正係因為每一個人都係獨特嘅存在，人生嘅選擇權一直都喺你手上。電影入邊，秀蓮用盡渾身解數挽留阿 Joy， 阻止佢喺黑洞自我毀滅，但阿 Joy 已經受夠虛無嘅折磨，所以希望終結自己嘅人生。每個人嘅人生都無可避免地要親自作出選擇，我哋好多不安同恐懼，其實都係嚟自其他人試圖剝奪我哋作主嘅自由。無論係故事啱啱開始嘅秀蓮，喺 Bagel 前面挽留阿 Joy 嘅秀蓮，
定係喺公公面前坦白交代自己個女係同性戀嘅秀蓮？對阿 Joy 嚟講，佢都冇真正咁尊重過佢嘅自由。去到呢個階段，秀蓮仍然要向阿 Joy 嘅人生指指點點，要按秀蓮覺得好嘅方法過活。就係呢份為你好，令到阿 Joy 由始至終都覺得唔自由，所以先要選擇進入象徵虛無嘅黑洞。虛無源於自己冇辦法掌控自己嘅人生，所以先會覺得 nothing matters。但秀蓮去到最後一刻，明白到一個道理：如果決定阿 Joy 人生嘅依然係秀蓮，而唔係阿 Joy 自己，咁阿 Joy 仍然都係唔自由，仍然會感到虛無，仍然冇辦法為自己嘅人生許下意義。所以佢選擇放手，用行動話俾 Joy 知，佢已經明白到咩係自由。但係秀蓮都冇辦法否認自己對阿 Joy 嘅愛，甚至喺呢一份愛入邊揾到自己生命嘅意義。最後阿 Joy 離開黑洞，唔係因為秀蓮逼佢留低，而係兩個知曉自由嘅人用最坦誠嘅態度面對生命。呢樣就係愛。愛唔係要強迫對方做咩，而係出於對於自由嘅尊重而選擇放下。所以愛可以戰勝生命嘅虛無。擁抱生命其中一個方法就係學習愛人，從未經反思到自覺渺小，再到感受虛無，然後戰勝虛無，擁抱人生。奇異女俠挽救宇宙除咗係一套好好嘅電影，亦好完整咁表達咗一種存在主義式嘅人生反思。哲學好多時都係將一啲簡單嘅道理用複雜嘅方法表達，好多人以為事不關己，但其實哲學就係源於反思，而且存在呢個問題本身就係生而為人無可避免要問嘅問題。呢套電影就好好咁呈現咗呢啲道理，引領我哋反思人生。最後係頭盔時間。尼采哲學本身都有好多種詮釋，我哋今次所講嘅都只係其中一種詮釋，而唔係絕對唯一嘅 model answer。而且存在主義 existentialism 呢一個術語都有好多爭議，例如可唔可以用呢一個 term 去概括我哋啱啱提過嘅哲學家，又或者係咪應該翻譯成實存主義，去區分 to be 同 to exist 呢兩個概念。如果有興趣嘅話，歡迎大家再深入了解下，打開哲學嘅大門。